阿尼亚会读心术。这一期呢，我们却要来读阿尼亚的心，不是说他的想法本身啊，因为这个他都告诉我们了，而是他的心理模式。我是刷刷，人格分析师。这一期呢，我的小狐狸出去旅游了，那我们悄悄的入一期人物分析。我们的主角啊，就是《间谍过家家》中的阿尼亚，我们一起来测一测啊，看看你能不能看穿阿尼亚背后的心理模式，最后推理出最符合他的人格类型啊。哪怕你是零基础也没有关系啊，就不用看括号里的内容，一样完全 OK。看完呢，也可以在现实中用到哦。MBTI 把人的心理模式分成2大块，一个是感知，也就是一个人更关注什么样的信息，比如同样是杯子啊，有的人会更感兴趣它的材质和颜色，有的人呢更感兴趣它的形状啊，像什么动物。那另一块心理模式呢是判断，也就是一个人做决策的时候更依照什么标准，比如说有的人更关注我是否能让他人满意，有的人呢更关注我实际上能得到什么现实的客观结果。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阿尼亚的感知方式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吧。这是阿尼亚得知收养自己的人是一个间谍时他的态度。虽然这个片段很短啊，但是关乎他人生的重大决策，所以他的反应呢是可以参考当做他主要感知模式的一个依据的啊。所以大家觉得在这里他的态度更接近于下面哪个呢？ A 是充满憧憬和幻想， B 充满渴望刺激的体验， C 考虑长远的发展， D 担忧现实的变化。很多小伙伴可能已经有了答案啊，不过呢，我们不从一个小细节做太多的过度解读，严谨一点，这里 A 和 B 都有可能，只有 C、D 呢不是很像，他没有考虑太多长期的发展，很明显是纯粹的渴望和憧憬啊，挖苦挖苦，对不对？另外补充一下，动漫里的福杰和约尔和阿尼亚在感知层面的心理模式就截然不同啊。之后呢 UP 也会解读，欢迎关注一下，不要错过哦。那接下去我们来看看阿尼亚到底在感知到什么的时候更为开心，以此来分辨一下他到底更偏好的是 A 新奇的幻想还是 B 刺激的体验吧。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片段，是他第一次和福杰玩躲猫猫的时候。大家觉得他到底是为什么而开心呢？是 A 幻想得到了满足，发现了新奇的信息，还是 B 体验得到了满足，沉浸在感官的刺激中？躲猫猫那里很明显呢就没有太过突出阿尼亚的体验感啊，因为如果要突出一个人物对于体验的追求，往往情节里会强调的是他在躲起来的时候啊，他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但是他更多的是因为福杰能够发现他而感到新奇和有趣，说明他喜欢的可能不是体验感官的本身，而是其中发现的新奇有趣的信息。就是我这个爸爸他竟然总是能找到我在哪里啊！当然这是归功于福杰的专业间谍素养。而第二个片段呢，也就是整个第一季中阿尼亚最为开心的时刻之一啊，他一样的享受的并不是刺激的参与和互动。那虽然扮演了这个剧情中的这个公主啊，但是实际上没有太多自己在里面的动作啊，只是更多的是看着福杰扮演他幻想中的那个拯救他的那个角色，为此而开心。大家也可以去回顾一下在这一集中，福杰有很多精彩刺激的打斗。但是很明显，阿尼亚喜欢的是他看到福杰按照幻想的剧本而行动的时候当福杰愿意去戴上那个眼罩的时候，他是最为兴奋的，而不是仅仅是说在刺激的打斗中，阿尼亚觉得这个打斗也很酷很帅大家应该也见过特别喜欢刺激的人，他们往往会喜欢极限运动过山车这些相对比较纯粹的去享受经历刺激时的那种沉浸式的体验。虽然阿尼亚也渴望冒险，但是更多的是对新事物的好奇和期待，而不是对体感的追求。那我们最后再来验证一下如果一个人呢更关注的信息类型就是事情的可能性和潜力也就是喜欢幻想什么的，而不是其他的3类，那这个人肯定内心活动会非常丰富和跳脱，经常能从一些小事情上天马行空的联想到各种可能性的展开，而且会不甘于单调重复的生活，因为他们想要新的东西，想要新的冒险。所以我们的阿尼亚是不是这样的呢？先来看看他刚登场的时候读心术听到福杰担心敌人时的表现。看起来他就是没有真的看到敌人，但是他却仿佛敌人真的存在一样，在躲避想象中的敌人如果说这个还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他后来养狗时的幻想就真的相当的活灵活现了。他从礼物这件事情联想到后续一大串情节甚至他跟次子家庭建立了美好的友谊，然后世界真正的开始变得和平这些情节其实很多连发生的征兆都没有可以说是很典型的在幻想层面的期待和憧憬了。另外阿尼亚在开始展现自身人设的时候，又很明显流露出对于单调生活的抗拒以及因为自己的幻想没有被满足而感到非常的失望。那到这里我们也基本确定阿尼亚偏好的信息收集方式最符合的应该是 MBTI 中的 N 加 P 的类型。那接下去呢，只要发现他偏好的决策方式，我们就能够大概知道他到底最符合16人格类型中的哪一个啦。既然是决策方式，我们要主要留意的就是通常是什么驱使着他下定决心做某件事情
要说决定，不得不提的就是阿尼亚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也就是福杰在给了他去更好孤儿院机会的时候，他还是选择回到了福杰的身边，继续做他的。大家觉得他到底是在根据什么做决策呢？ A. 为了建立和谐的关系，顾及他人的感受。 B. 为了达成更好的结果，获得最大的收益。 C. 因为这样做合理，符合逻辑。 D. 因为有情感共鸣，这样做符合内心。老规矩，我还是不想仅仅从一个情节来马上锁定阿尼亚偏好的判断模式、决策模式。不过很明显，阿尼亚不是因为选项 B 和 C 才决定留下来的，因为阿尼亚在选择的过程中完全就没有太多的分析过程更多的是在强调他本身的情感体验，而他呢也放弃了福杰提供的客观来说更好的一个去处。不过我们同时保留选项 A 和选项 D， 因为阿尼亚有可能是察觉到了福杰的自责不希望福杰难过，做出了这个决定。他也有可能是就是被福杰内心的信念所激发共鸣认可了福杰的价值观才做的这个决定。我们不在一个细节上做过度的解读。那到底阿尼亚更偏好的决策模式是 A 根据他人和集体的感受呢，还是 D 根据内心的情感价值观呢？我们可以看看阿尼亚对自己的内心喜欢和讨厌的明确程度因为偏好 A 根据他人和集体的感受做决策的人，往往对于自身的感受呢不算那么敏感和鲜明，所以更多的会去参考集体的标准。我们来看看这两段，先是阿尼亚看到就是得到新衣服时的表现。大家觉得他对于事情或人的好坏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 A 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的回馈和态度，还是 B 总是很清楚并且认可自己的喜欢和讨厌？是的，在新衣服那里，他很明显就是展现了他的一个个人层面的喜欢，后来甚至还想展示给他人看因为就充分说明了他非常认可自己个人的喜好不会太过担心他人的回馈。如果让一个偏向就是根据他人和集体做决策的人，往往他们去展示自己喜欢的衣服给陌生人时，多少会有点拘谨的会担心别人不认可怎么办对不对？而在第二段中，阿尼亚虽然因为任务想要讨好次子但是他内心自己的标准一直都很鲜明，没有动摇，对于次子有自己的判断，不会因为福杰总是希望他去讨好而开始对次子产生认同他真正认同次子的时候，也是通过自己个人的眼睛认可的，比如在打排球时，次子保护他的那次超甜。虽然后面小两口又吵起来了，相关的证据还有很多，大家看的时候也可以想一想 UP 这期视频，你会发现阿尼亚的认知模式会越来越清晰他的这个心理类型会越来越明显。整个动漫里他最明显的这个动力，其实就是去探索新的事物，去尝试自己的幻想，也就是 NP 类型的一个感知方式。第二，就是因为激发了他情感层面的认同，他自发的愿意去付出和努力，而且自驱力满满，不需要太多的推动，也就是 F+P 类型的决策方式。那对16人格有所了解的小伙伴可能会问，那阿尼亚既然是 F+P 以及 N+P那还是有两种可能性有可能是 ENFP有可能是 INFP， 它究竟是哪一个呢？那我最后留下一个这个问题，你们觉得阿尼亚的整体个性更符合哪个呢？ A 是坚持自己的内心，被自己的内心驱动，但是对世界持有开放的态度，充满了探索欲，还是 B喜欢探索和幻想新事物，但是这些探索和幻想更多的是围绕自己的价值观，会去分辨世界中的好坏，并且把这个看作最重要的事情。大家可以把答案留在评论区这期喜欢的人多的话，那也会继续抓紧更新剩下的特工黄昏约尔太太等角色哦。我是莎莎，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